嗨，全新的一天，今天呢，三打跟艳阳高照，好晒呀！我们现在呢起了一个大早，去中央巴扎，然后去那边的话吃炸肉大粉，那个要赶早，不然去晚了就没得吃了。Hello， 毛雷。这里是他们的迷你bus station， 看这个巴士的话，真的很迷你哦。又走到这个薇亚贵大酒店了。那今天的话，我们还是走这个老香港这一条街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还是走老街、小香港的这些老路，直接过去巴萨。薇亚贵大酒店的1楼的话，这里就是三大羹。这个的话，它是吃东西的，也是当地比较有名的一家餐馆。这个真的是小香港比较复古的旧楼，有种港片里边的那种70、80年代最老的成龙大哥拍的那些港片里面的街市即视感。走开！哦，好老的出租车，白色加红色，好像有点怪异，但是说不出哪里怪。他们在街头的话就会这样聊天。昨天那里我买的肉丸，那里的话是他们当地的长途汽车站。昨天不是晚上我们就花的弹尽粮绝了吗？然后今天早上第一件事情肯定是取钱，不然的话寸步难行，是吧？所以找银行刚好去到中央巴萨的中间的话，这里就有一个银行，马来西亚银行。又取700马币，700反正就是1000嘛。先取卡再取钱，千万不要着急你的钱为什么没有刷出来？看。对，当时我在深圳就差点又掉了，然后我把钱一取了就走，然后还好前面一个大姐，然后说。小孩，你的卡没取。小孩，这个好像有零钱了。又有零钱。走 ，Happy 去了。一出来眼睛就悟了。我在说有老公就是好啊，老公进去取了钱，转手还没过热就给到我了。今天又是闲逛三打根的一天。但是今天呢，说是闲逛，但是我们的目的地还蛮多的，可能要去10几个小点。三打根中央巴扎，这个巴扎呢一共分为3层，第一层呢是菜市场，第2层呢是卖小商品和服装的，第3层呢就是美食广场。那这里面呢，一半人是当地人，他们买菜买东西，然后另外一半呢就是游客来打卡的，我们就属于另外的50%的。感受一下三打根的物价，柠檬1块钱1颗，他们的水果感觉比较金贵，就是这么一小盘一小盘的桂圆、橘子，然后还有小苹果，都是一袋一小袋一小袋的。番茄1、2、3、4、5个小番茄，然后就是2马币，这种多一点的是5马币，2个胡萝卜3马币，然后这个小辣椒都是一点一点卖的，这么点小辣椒5块。这是马币哦，这个2马币就这么一点。这边的话就有很多卖这种干货的，什么鱼干呐、之类的。这是不是有一种身在异域的感觉了？浓浓的生活烟火气啊，扑面而来。哇，这里还有卖这种烤肉的吗？这个是？不是，这是卖牛肉的，他们是挂在这个箱子里面卖的牛肉，还有肺耶。估计是因为现在天气有点太热了，如果躺在外面卖容易变质，里面的话应该就是低温的。牛肉的话其实不贵，20几1公斤。是卖鸡肉的，
这个鸡肉就是这样一个一个装好的，冰鲜的，很明显是从冰箱拿出来的，它上面有水珠。亚波是什么意思？穿过蔬菜区以及卖冻货区，后面呢整个区域就是海鲜区，卖鱼的鱼档。来到3打根，说是比亚比还要便宜，我去看一下它的海鲜是不是要便宜一些。哦，这个鱼5块1公斤，这个小鱼。走，继续。哇，它这个鱼都这么插起来卖的哦，全部倒立的。但是卖的品类感觉比较少，看了2家都是差不多这种小鱼。这个鱼我也叫不出名字，反正就是这个鱼，油光锃亮的，直接拿着刷子这么刷。这个鱼好大，这个鱼头。哦，这个虾，老虎虾。2个。这个 how much one？ 45. 40. 5 1 kilo。这个老虎虾451公斤。他说451公斤，其实我觉得价格已经很便宜了。但是我们在纠结怎么吃的时候，他就自己杀价了，他就说40了，我估计还有的空间。这个老虎虾啊，比我手掌还要大，便宜。鱼杂，那个是鱼杂。是那个小的魔芋，巴掌大的魔芋很可爱。好小哦。这个是河豚吧？魔鬼鱼、鲨鱼啊，这个小鲨鱼。原来鲨鱼的皮肤是这个感觉的。他们这边鱼，哇，这个还是活的，这个是活的，你看。我们去看一下它怎么杀鲨鱼的，这个是个技术活。对，哇！发现地下一堆全是鲨鱼。哦，这个鱼，先砍鳍，然后先把所有的鳍给塞在。这个是边角料不要吗？太浪费了吧！哦，直接中间破肚，把脑袋切了。鱼翅。你看边上这个是鱼翅，有可能吧？哦，从它的那个肚子的肚脐那里把它划开，就没了吗？这个鲨鱼的丢头那么小吗？然后再来看一下嘞，我为什么看鲨鱼我在吞口水？哦。它这个刀是很快吧？还是这个鲨鱼没有骨头啊？对啊，看这边切起来好锋利，像豆腐一样。哇，这块好。哎，那个都是那个《海底总动员》里面有的。海底总动员里面有。现在是早上的8点多钟，现在很多档口都已经没有人了。据说他们凌晨2点的话，船就会靠岸，就准备上货。4点是批发的时间，这里有个出口可以出去。我们去海边看一下，码头看一下，旁边就是码头，他们上货的话就比较方便。这儿还卖螃蟹的，一堆的话会不会只要几块钱呢？哦，这个大肉蟹，分好了的，呀。Thank you。哦，你看这里上货的就是一筐一筐的称。这个虾那么好捞吗？这应该是哪个餐馆订的、酒店订的，直接一筐一筐的。而且他们的每一筐的虾的大小的话不一样，你看小、中、大、超大，每一个 size 都不一样的，所以应该都是提前分拣好。这里在上冰，装冰上船。冰的话放在船舱里面，打了海鲜之后就保鲜。你看这一车车的冰，为了海鲜啊。晒鱼竿，它直接把鱼塞在这里就可以了。可见它这里的太阳有多大。太重要大事了。进口的旁边，然后这里的话就有通道可以上2楼、3楼。
2楼怎么是卖吃的呢？刚刚说的不是2楼卖服装吗？加油大粉楼上。好，谢谢。炸肉大粉楼上，人家都懂得起得很。看来本地人的话也知道这个炸肉大粉，说是开了80几年的老店了。看到了哟，看，真让家传正宗炸肉大粉，对，这里像迷宫一样。那我们就坐这里吧。现在是早上的8点46分，我们特意的早一点来第一家吃这个炸肉大粉，还是卖完了，没有了，好可惜。刚刚有人说2楼是卖穆斯林餐，3楼是卖非穆斯林餐的。巴扎逛完了，沙肉大粉没有吃到，最后一碗都卖完了。到了吗？和盛咖啡室 ，OK， 就它了。好，走。牛杂是多少钱一份呢？如果炸的是8块。8块。我们不贵的，我们没有起价。好。只有牛杂吗？牛杂你们要放米粉还是要放饭？你要吃饭还是一个饭一个米粉就2样都试了呀。那可以呀。这可以啊。那可以。家有2种汤底啦。那就一样来1份。一个是清汤，一个是有花生的。有花生的。花生他们叫做做豆。可以呀。2个都是做豆了。不，一样一个嘛。一样一个。花生一个，清汤一个。对。可以。米粉啊。一个米粉一个饭。哎，谢谢哦。好。你们是广东人吗？广东人，中山那边。中山。有去过。中山广东人。我比较喜广东很多地方我都去过。我们讲的广东话跟香港差不多一样。对，粤语嘛。华语我不大会讲的。华语不太会讲。你讲的这么好啊？你讲的很好啊。因为我是中国人，比较容易学华语我没有读过华文的。我们这里以前我那个时代是英文的。英文的。马来文我也不是大会的，因为我以前读书没有马来文，没有中文只有英文的。2个牛杂，然后它可以加粉和加饭一样来一个，它有花生的，有没有花生清汤的，一样来一个然后我现在来了2碗这个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早餐，配了一个小青柠我喜欢吃酸的。我这里面是饭，牛肚、牛肝、牛舌，饭的话是一颗一颗的。再看一下这个粉，这个粉的话面上就很多花生碎，像粉丝一样的细粉这个的话就比较粘稠，加了花生所以看起来粘稠一点。我比较喜欢吃这个粉的这种。先来一个牛肚，牛肚的话看它趴不趴，很趴很弹牙，然后加了花生之后的话，它有那种花生的香，它的花生香有点像生榨花生油的感觉。再来一个牛肉，不塞牙，很趴，很好吃，香。主要就是花生的香，然后一起嗦进去，口感的话是非常丰富的。饭的话是一坨一坨的，我放了青柠的香气和酸味在里面迸发，整个就非常的清爽。因为本来就比较热嘛，清爽一点比较好吃。米饭好吃，没有花生的话，它就是纯的这种，牛杂的香，牛杂香原味。我发现他们这里的牛杂好吃的秘诀，就是牛杂牛肉啥的，直接往锅里扔，直接煮，不掺水，这样煮起来可能会更好吃一些。我们现在在打 Grab，
终于坐上车了，接下来去普济寺。还有，我们现在已经到普济寺喽。其实最开始山打根的人主要还是拜妈祖的，但是呢，在71年的时候，当时来了一个法师叫济德法师，他是潮州人，德高望重啊，他就成立了佛教协会。在73年的时候，当时民众就越来越多了，所以他们在旧船屋就买了3个单元作为他们的一个讲学基地。旧船屋的3个单元，它是靠近巴扎河市场的，所以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佛教协会，也加入佛教协会。在77年的时候，他们就决定要建一个普济寺。87年竣工完成，耗资呢700万马币，相当于当时的汇率换算的话是1600万人民币。就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，大门口两旁立着50个佛像，这些佛像全部都是山打根民众他们自己捐的，包括我们现在在的这些护栏上面，你看这些都是捐的。普济寺呢，也是整个山打根最高最大的寺庙。在普济寺呢，你不仅可以拜神拜佛，因为它地理位置也比较高，所以在这里呢，你还可以看到无边美丽的海景。普济寺庙身以红色及金色相间着漆，金碧辉煌，璀璨夺目。内外都是雕龙玉柱，栩栩如生，气势磅礴。大门两侧则有2尊佛像，左边为迦兰菩萨，右边为韦陀菩萨，形态气势威猛。大门中间还有一座面目慈祥、笑容可掬、形态安然的弥勒佛像。踏入大雄宝殿后，可看到3尊金铜色的巨型释迦牟尼佛正对大门。佛像左右上有2座长明灯、木鱼以及小佛像等。在这个主殿的旁边有2棵超大的菩提树，菩提树下在这里啊就有一个地藏殿。地藏殿呢主要是供奉地藏王以及摆放先人的骨灰，让子孙可以祭拜。我们在普济寺上面，然后下不来，不好打车，所以呢我就厚着脸皮去问了当地人，然后载我们一程，把我们带到山脚下。现在的话，我们找到这金冠面包中西饼屋，他们家牛食塔很出名，所以走过来尝一尝，走吧。哪一个饼好吃？什么都差不多的，每个什么都差不多。你给我每个人口感。好的口感。牛食塔是他们家的招牌，然后他们是全部已经预定完了的，让那个大哥让了一个给我，因为不然等下一锅要等30分钟。今天的饼不够卖，做不够卖，今天的饼哦，今天饼不够卖吗？啊，这太多了。这位是这里的老板，他98岁。98岁了，够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真的98。你在哪里采访来的？不，我是内地的，重庆，知道吗？火锅 ，hot pot， 火锅。我去过重庆2次。你去过重庆2次？啊，你好，你好。那我再来一个这个，好吧？凤梨煎。凤梨饼。这个鸡蛋酥。鸡包。那我要一个这个好了。我只吃一点点，我再要一个这个，就在这里就 OK， 就在这里，哎，我就在这里就可以。对，现在要一个就可以了。好，在这里，来，好，就这样吧。我们再要一个柠檬茶吗？阿公，我想要一个柠檬茶。哎，柠檬茶，我不会讲当地语马来语。哎，柠檬茶就可以。不吃冰的。冰的，要冰的。哎，谢谢。牛食塔。
这个牛食塔的话是东马非常特别的一款小甜点，它外面的话就是一个蛋白沫，中间是一个蛋黄的馅，然后加起来的。因为它的外表看起来的话有点像那个东西，所以的话取名叫牛食塔，软软的，你看这个软软的。你们觉得这个样子像吗？还叫 UFO。还叫 UFO。因为觉得那个名字有点不太好听，下面好酥的样子。哦，超级软，很香，很浓郁，那种蛋黄的香气，哇，超级浓，好吃哎，这个好吃哎，只有东马才有。谢谢。冰柠檬茶，来。它这个不仅外观很像牛屎那种吃的口感，我觉得好像也像，但是我没有吃过牛屎哈。软的，稀的很。我再点了一个凤梨酥，这个凤梨酥的话1.7块一个，它外表中间圆圆的，边边卷了一个边。看起来还是很有分量，摸起来很有分量，金黄的，哇，有点硬哦。好酥的感觉，中间是凤梨。好，来尝一个。这个外表很酥，但是吃起来的话有一点干。中间的话是玻璃凤梨的那种香甜，很清爽，所以好吃。这是新鲜刚出炉的饼，其实它这边饼的话，感觉做的都很实诚，很大一个。然后前面是装饼分装的后面的话就是做饼的，然后做成一袋一袋的，很快就卖完了。来，然后这个就是他们做饼的，这个是在配料。面粉，然后加糖，他们都在旁边做饼，刷的蛋液看起来烤出来就黄黄的。这个是什么？老婆饼。哦，老婆饼，馅料是吧？料它那个是豆沙吗？豆沙。哦，豆沙自己压的。这是一个大的机器，在这烤。一个凤梨酥，一个牛食塔，一杯饮料，一共的话6.5块还是比较便宜的。其实这里的饼的话，虽然说1.7块、2.6块，或者说2块钱一个马币但是呢，它的分量却实打实的给，很大个，很足料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这个价格，算起来还是很便宜的。我母亲在这边吗？母亲在这边。然后你就是在这里出生的。你们的孙子这一辈也学华文呢？学华文都学。华文、英文、马来文。三种文。他们结婚的话会找马来人。会结婚，华人跟马来人结婚跟待了3年结婚就会有，全部会有。那结了婚以后生出来的孩子也学华文吗？看看的目前现在以前上几年马来人不放他的孩子学华文现在啤酒饭。其实在这种老店其实最有感触的就是吃东西都是次要的，更重要的是在这里的氛围，特别是比如说这些老街坊、老邻居，还有老一辈的叔叔阿姨们，然后在这里的话，看到新一代的华人进来，看到我们的过来旅游的，然后都会很热情的跟我们交谈开玩笑打趣，给我们推荐当地比较好吃的好玩的。我觉得这种热情是真的是很珍贵的。旅行的嘛，就是吃吃喝喝聊聊，然后跟大家一起交流，然后感受一下当地不一样的生活和不一样的感受，他们的感受，我们的感受，所有人的感受。好，我们现在去观音庙。观音庙，这个山达根的观音庙虽然说庙不大，但是来头可很大哦。随手可摸、随手可摘的香蕉。虽然说它是绿色的，这个观音庙有点颠覆我传统想象当中的样子，真的很小，但是感觉很精致、很可爱。走吧。观世音菩萨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列圣宫。
牌匾是光绪17年岁次年题的。天女散花呀，女娲补天，风格就是很闽南的那种感觉。在这个观音殿的主殿的两旁的话，是真的还有香炉，这个香炉的烟袅袅升起，黑烟催催。这个上边的房子啊，真的看起来很有上了年纪的复古感。然后包括屋梁啊、碗啊，都淋上了烟的痕迹了。不要看烈圣宫小，这个烈圣宫啊，观音庙可是山达根最老的华人寺庙。我们现在终于找到圣迈各雨珠天使教堂，刚刚下完雨，看一下这个路面是水蒸气。我觉得我自己就像一个包子，都快被蒸发了都。到了。圣弥迦勒雨珠天使教堂。那这个教堂呢，其实主要看点就是在于它这个建筑。山达根的教堂的话，其实不太多，但是这一个一定要来打卡。首先，它的建筑风格的话是属于哥特式，然后加上英式乡村风格的。最初建造的时候啊，他们的每一块砖重达65公斤，都是那些囚犯从布里森森渔村的人工运输过来的。所以可见这一座教堂当时的工程量是很大的。二战时期呢，整个山达根基本上是夷为了平地，所以其实当时这座教堂仅剩后面的一堵墙了。当时参加山达根战役的士兵们，他们也会长途跋涉的把这里作为他们的宿营地。后来呢，有一个澳洲的游客来到这里参观，就看到这个玻璃窗上贴着彩色的纸，他就内心很有感动，很有触发。他回到澳洲之后呢，就募资。结果真的是没有想到，很多参加过山达根战役的士兵，他们的家属以及后代都很踊跃来捐助，然后所以呢也就募集到了10万澳元。他也请到一个非常有名的设计师，重建到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圣弥迦勒雨珠天使教堂。开了的，我们先进去坐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大哥的包掉在教堂里面了，然后那个买票的人就直接走了。现在还好，这里有一个工作人员可以帮我们把门打开，然后去拿那个包。找得到不？快被血！谢谢，你真的是人才，很优秀，尽出这些事情。太热了。你为什么会取包？太热了，我一进去我就把包放边上，然后我说来拍一拍，就没这么热。好。圣弥迦勒雨珠天使教堂的旁边，这里呢还有一个圣玛丽主教座堂。好，我们现在的话就去三圣宫下山。这个房子就比较有香港特色，它下面就架空起来的，一来可以防潮，二来呢还可以停车。三圣宫呢是广府人所建造的寺庙，所以点点滴滴这个建筑啊看起来都是岭南风格。红色的围墙，两旁高起的防火墙，精致横梁雕刻以及祠堂，这都是广府人对家乡的思念。据说三圣宫的话有150多年的历史了，应该是山达根历史最悠久的寺庙了。
供文昌帝君、天后元君以及关圣帝君。左右的话，这面是观世音菩萨和孔夫子老爷。三圣宫的对面的话，就是三达根草场。这里的话，应该是很多三达根本地人他们从小到大的生活记忆。现在是4点半啊，我们继续开启我们的三达根的闲逛之旅。这一整排的门面的话，然后全部现在是关闭的状态，很多可能是华人老板，然后他们都已经到几英里之外了，所以这里应该是三达根老城的中心地带了。那个是喷泉，很久以前的话，在这里它是真的要喷水的，当地人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再见过这个喷泉喷水了。那旁边那个红色的3朵花的话，是婆罗洲神山下的兰花。三达根的人行道的话，它很小，所以要快速走。身后这一栋白色的建筑是汇丰银行，看汇丰银行都坐不走了。每一条步道都承载着一个城市的当地的文化，山城文化啊。那在三达根的话，它也有一条非常本地 local 的历史文化小径。它串联着的是三达根非常有名的一些历史文化景点。三达根 Heritage Trail， 从这个楼梯上面来看的话，也有那种马赛克啊，加上几何图形。它把沙巴州最主要、最中心的一些标志性的动物和植物全部描绘在上面了。接走在上面的话，你会感觉到三达根的多彩、不一样的、丰富的一面。而且这个栏杆的话，也很有老香港的感觉。说到步道，我熟悉的很，重庆超多的步道，我们也都一一去拍过，什么张家花园步道啦，还有这个山城步道啊，都有介绍，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。那这个的话就是三达根的主要的一个地图，其实很多人来的话可能没有做攻略，没有关系 ，Scan Me 啊，扫它，然后按它的这个线路走。按它的线路走，然后基本上所有三达根老城的这些重要的景点都在这个地图上面了，一共是10个景点。百步梯一上来呢，这里有一个大的广场，那这里呢有一个碑是威廉普莱尔的碑。三达根的话是在1879年开埠的，那在81年的时候呢，北婆罗洲公司的第一任 CEO 就是威廉普莱尔。就在威廉普莱尔纪念碑的旁边，就有一个三达根的解放纪念碑。那这个碑呢，主要是为了纪念在2战时期啊，为三达根英勇奋战的战士们。在解放纪念碑的旁边还有一个碑，那这个碑呢就比较特别了，好像写了3个探险家，然后在三达根被杀了。就在这3个碑的对面，那这里有一栋大楼，就是华丽山遗产。建于是50年代，是当时英国殖民者他们主要的行政服务中心。这里以前啊是邮政总局，现在呢是三达根市议会办公楼的一部分。顺着脚印，咱们继续出发喽。就在这个停车场这里的话，又发现一个小碑，上面有中文。本地点乃指示建筑纪念物已重建在日军占领时期1942年1月19号到1945年10月17号，在本市中良而死难之人民，马来西亚大总督1946年9月17号建的。就是为了纪念在1942年到1945年在日军的占领时期而死的中良们。3面都有文字啊，应该是中文、英文、马来文。顺着这个百步梯继续开启我们的小径上山。
上面这一段的话，爬起来还有点累，而且有种被荒废的感觉，一看就是没怎么人走过的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大家建议就不要一个人来走，这一个人走真的很害怕呀，人都没有，还是那种两边都是森林，中间又是那种被荒废的路，有点吓人。我为我刚刚说的那个话收回。这个步道还是有点累，有点花体力的。我就随便看了一眼，我发现一个很奇特的，这个是菠萝蜜吧？我没有看错吧？好，到了最后几步梯坎，我看猴子了，长鼻猴猴，红毛圆圆，大嘴犀鸟，大的蝴蝶。好，到了。刚刚我们走的那个楼梯啊，就叫100 steps 100步梯。你看这个文艺的女作家艾格尼斯 Cass 上面。好，到了，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小花园，上面人还蛮多的。草地上喝下午茶，你会不会有点奢侈哦？这个咖啡馆的话是6点下班。这个很适合就是谈朋友的、谈恋爱的，浪漫气氛给你拉满，时不时的就可以 kiss 一下。顺着这个小路啊，然后旁边有一个露台，那里的话就可以看绝美的海景，还有城市。凯斯风夏之乡的作者，这是一栋非常漂亮的一个小洋楼。当时呢，阿格尼斯·凯斯呢也是跟她的丈夫一起在这里呢居住22年。她主要写了3本书，《风夏之乡》《万劫归来》《白人归来》，而其中《风夏之乡》是最为出名的，主要是记录2战前、2战中以及2战后在婆罗洲山达根这个地区的一些记录生活，让更多的人知道山达根。所以呢，山达根政府呢就把他的故居重修起来，让更多的人去缅怀他、纪念他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日军的铁骑在1942年1月19号登陆山达根，他也不幸遇难。一路走上来，我们看到有很多山达根跟与日本有关系的一些事件和纪念碑。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日军把山达根定为首个攻击城市，所以当时的山达根几乎被夷为了平地。吃饭了，吃饭了。打个车去夜市吃饭了。嘿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老夜市啊！我是真的是饥肠辘辘了。先整一个魔鬼鱼吧。麦当、Celery、班达尔、桑达坎，昨天都已经采完了，今天就直接买了。对。这个也是最大的特点，就是烟雾缭绕，像仙境一样。关键是这个雾还要有味儿。我估计我回去之后，我全身都是那味儿。这是昨天的吗？拿肉的就要那个。对。然后这种是比较油的。比较有什么油这样啊？有比较软的。没有，它全部是一样的，全部是一样的。那我们要哪一种？这个是它。那我们就来一个吧，来一个最大那个。最大那个就来一个吧。可以啊。什么？鱼要不要？鱼不要了。这个多少钱一份嘛？6块是吗？那你给我来一份小的吧。它的蔬菜啊这些全部都可以，大小份卖，小份3块。我们要了一份蕨菜，这个蕨菜看起来有点好吃。3块钱小份的，但是这个给的其实还蛮多的。猜一下这个魔鬼鱼吃起来像什么？我觉得吃起来可能像草鱼的那种纤维，不会很嫩。反正我是真的超喜欢吃他们这边的海葡萄，哦，真的，主要是长得很好看，然后吃起来口感也很特别。
好，魔鬼鱼开干，先吃了哈。哇，这个有种吃肉的感觉啊。它的纤维感很足，但是不会很老。有淡淡的那种回甜味，很特别，很特别。跟这个吃好的好的，谢谢。吃起来是那种几十斤大鲤鱼的感觉，那种鱼肉的纤维感，不会很绵还是很嫩的那种。它没有海鱼的腥味，一点都没有。它配了3个酱，它这里其实有很多酱，你可以自己选择。这个超级辣，这个带酸，这个是咸的，配个酱，味道更特别。sauce 是灵魂。再尝一下它这个皮，会不会感觉很油腻？因为我看着那个魔鬼鱼的皮的话很厚，不会，一点都不油。吃起来的话，我觉得皮更好吃，比较 QQ 弹弹，很嫩。就是那个皮尾巴这个部分的话，比它鱼肉好吃一些。我把皮敲开，哇，你看这个纤维，说是这个软骨的都可以吃。那个才叫真的是鱼肉。吃到后面的结果就是大哥又一个人在收了，他直接把整盘都拿过去了。说这个鱼骨头能吃，我来试一下。会的，软骨，吃起来嘎嘣嘎嘣的，一节一节的，有点潮湿的干脆面的感觉。有呀，很奇妙的感觉。吃完了，一个魔鬼鱼，2份小菜，加1杯可乐，一共31。再去吃点其他不？走。散步沿着海边一直走，又走到了这个新夜市。它这个夜市呢，虽然说没有老夜市的东西那么多，但是呢，它胜在它的环境够清新。我们又回到了三打根的中央巴萨，因为它这里的话，晚上有一个夜市小摊，有卖菜的，卖榴莲的。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今天卖榴莲的，去找一找。这个是什么米面吗？我好像没有哎。我不要吃菠萝蜜。他主要是卖香茅、香蕉、藤藤菜。它这个菠萝蜜一个的话熟了吗？这个熟没有吗？哎，感觉又是熟的。要不要来一个吗？本来找榴莲，但是榴莲没有找到，找到蛇皮果，5令吉1公斤。估计只有1块钱吧，这里。They have the sale durian. Durian, I don't know. No? Yes. 哦，直接剥开。哦，不用刀的。Very nice. 好。哦 ，Thank you. Sweet. Okay. All right. 哇，好新鲜呐！酸不酸？甜不甜？苦不苦？还行，有点酸涩的感觉，但是可以接受。但是很新鲜，一吃就是很新鲜那种，完全没有很趴呀，而且很过季啊，或者说那种发酵的味道很浓啊，你有没有？时间很短，那三达根就逛到这里喽，感觉还没有逛完，还意犹未尽的感觉。相对于 KK 雅比来说的话，三达根它更具人文和历史，在这里逛逛老城真的很有味道。如果你喜欢人文历史，如果你喜欢老城的建筑，那么婆罗洲的三达根不容错过。世界这么大，Sherry 带你游天下，这期节目就这样喽，拜拜。